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英姐姐。我旁边这辆车呢，几乎是国内30万元以内 SUV 当中轴距最长的一款车，它就是星途揽月。那很多人对这个品牌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，它其实是奇瑞旗下一个高端的品牌啊。那诞生于2019年的4月。那作为星途旗下的一款旗舰 SUV， 揽月到底如何呢？今天我们来看一下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正脸的部分啊，就是前脸，那看起来非常的务实，正正方方。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大尺寸的这个中网，配有比较宽的这种镀铬作为装饰，彰显了它的气势，并且在 2.0T 的版本车型上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镀铬上呢有这种香槟金色作为点缀。那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呢，其实让它的整个前脸呢稍微柔和了那么一些。再来第二个亮点呢，就是我们两边雾灯的一个设计啊，它做了这种通风口的装饰之外呢，还有 LED 的灯带，那是不是感觉科技感上，然后精致度上又上去了那么一点点呢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侧面，因为它的侧面很厉害哦，一个车身尺寸其实还蛮惊人的。来到车身的侧面呢，我感觉这辆车依然是很务实，给我很有安全感，因为呢它的一个车身尺寸还蛮厉害的哦，2900毫米的轴距，比我之前配的汉兰达的轴距呢还要长。那汉兰达的轴距呢是2790毫米，并且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顶部呢做成这种平直的线条，我觉得是可以给第2和第3排乘坐人员保证了更好的一个头部空间。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尾部吧。那尾部的一个设计呢，我觉得是并没有那么多的精致度，给人的感觉呢依然是非常的务实。那务实这2个字，我从车头一直说到了车尾，所以这辆车呢，其实真的很适合就是一家老小出行开的这种车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尾部呢，它是贯穿式一体的尾灯，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设计元素，并且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品牌的 logo， 以及在这个部分，它依然是有这种香槟金色作为点缀，和我们的前脸其实相呼应上了。那个下面的排气孔呢，两边排气孔它也是周围有这种大面积的镀铬作为装饰。好了，那其实外观部分就这么多，我们看一下内饰吧。接下来，你们的目光跟着我的手指动起来，看到前方没有？这个是时下就是比较流行的全液晶仪表屏和我们的中控屏，双联屏的一个配置在这边。那其实里面的很多东西呢，因为现在这个车机系统没有电了，所以我们也不能去排。但是我们知道这辆车呢，其实 HUD 抬头显示是全系都会标配上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座椅，我觉得座椅整体坐起来这种舒适度是非常好的，不管是它的倾斜角度，或者是它腰部稍稍凸起来一点的这种弧度，都可以很好的让我的背部是贴合到座椅上的，并且呢，它的一个座椅软硬呢是稍稍偏软一点的，然后整体你坐上去的这种舒适度是非常强的。那它的座椅呢是支持电动的12项调节，并且呢座椅通风、座椅加热都配齐了。那作为一个大7座的 SUV， 它整一个的座椅布局呢是232的一个布局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中排它的一个座椅的舒适性到底是如何，空间性我就不用多说了，其实你们可以看到就非常可以。那座椅呢，我觉得是舒适度也是蛮高的，但是对比我刚刚坐的副驾的座椅，那这第2排的座椅呢稍稍是逊色了那么一点点，我觉得软度呢是没有前排座椅那么的好，但是它有一点比较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头枕的这个部分哦，头枕我们是可以自行的去折叠这个角度哦，这一点真的要给它点赞。就是你长途的去坐这辆车的时候，头部啊，有些人头可能会比较小，有些人头比较大，那你可以自行的去做一个调整。再来呢，它的座椅呢也做了一个符合人体工程学的一个设计。那腰部的部分呢，它稍稍其实也是做了一个往外凸出来的形状，并且座椅的这种倾斜角度呢，也是刚好可以贴合到我的背部的。所以这一个座椅的打分呢，真的是比我之前拍的 BBA 的车型真的要好很多。这一点我觉得可能 BBA 的一些车型要向我们国产车学习一下了啊。再来呢，我们空调的部分呢，它后排也是一个可以独立去调节的空调，风量大小、开关都可以调节。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第3排的空间。那说实话，很多车型啊，特别是这种7座 SUV， 第3排都是非常鸡肋的，就是有就等于是没有。但是我觉得这辆车应该不会让我失望。
接下来呢，我坐到第3排，第3排的感觉呢是非常不错。那在哪几个点上呢？第一点就是我第2排的座椅呢，其实是在一个非常极限的位置，也就是调到了最后。因为我知道我可能个子比较小、比较瘦，所以呢调到一个非常极限的这个位置，让大家看一下它第3排的这种乘坐的空间性。其实除了腿部稍稍会有一点顶到前面座椅之外，头部的空间呢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再来这个座椅呢，其实软硬度也是适中，只是说第3排它的包裹性，侧面包裹性没有那么的强。还有一点比较好的就是第3排的座椅，它也是可以调这个椅背的倾斜角度哦。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要给它大大的点赞。你们看我这样坐起来，完全就是非常的舒适自在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两边呢它是有2个杯架，满足了后面如果有人想喝水的时候都可以放在这边。最后一点呢，就是这边呢是有一个侧车窗，希望我没有读错。那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窗户呢，其实是让后排第3排它整一个的这种透光性是会比较强，你坐在里面不会非常的憋屈。所以我觉得这辆车，你知道给我最大的惊喜就是它3排的这个座椅坐起来真的是非常舒服，而且空间性也是很大的，比我之前拍的很多车型真的要好很多，比那个奔驰的 VR60还让我感觉到更加的舒适，更加的舒服。如果说整一个空间性跟舒适性是10分的话，那我要给这辆车8.5分，还有1.5分是怕它太骄傲了。那星途揽月这辆车呢，它的一个指导售价16.89万元至23.39万元之间。它有2个动力版本的车型，分别是 1.6T 和 2.0T 的。那我今天给大家拍的这一辆呢是 2.0T 4驱的一个版本啊，那它是最顶配的一个车型，并且4驱版本呢，它用的是博格华纳的一个4驱系统。那这一辆车呢，我整体体验下来的一个感受呢，就是它的7座这个空间以及舒适性真的是特别的棒。那不像很多车说标榜自己是一个大7座的车型，但是第3排几乎是坐不了人，这个完全是不会。所以我在这里宣布，它是我近期拍的最宝藏的一辆车型啊，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对我们自主品牌也多一点的关注度，这个是我真的内心去说的。因为刚开始我对这辆车也不太熟悉，就觉得国产车嘛，就是可能也没什么特别好拍的，但是拍了之后发现真的是真香定律。不知道镜头前的大家对于就是星途揽月这辆车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？其实都可以跟我互动一下，都可以跟我分享一下。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小英姐姐跟你们拜拜喽。